中国、美国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这两个是世界上最大的、最强的、最重要的两个国家。但是呢，假如说，突然有一天，这两个地方、这两个国家吵架或者打仗，谁会更强壮？谁会更厉害？谁会胜利呢？马克非常好奇你们的看法是什么，所以说现在马上在评论里面跟马克分享一下。我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，我是马克。这几天马克超级忙，因为关注马克的生活的朋友们，你们也晓得，马克前段时间拿了一个新的护照，因为我旧的那个、以前的那个马上就要到期了，就用不了了。然后换了护照之后，还要去完成，还要去变更很多信息，办很多证。所以说这几天马克就跑了各种各样的地方，去完成了各种各样的事情。但是今天是周末了，今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所以说马克今天来了。马克来到成都339附近，在这边散会儿步。成都339，这两天成都这边又热起来了，马克又在出很多汗。但是今天咱们就少点说废话，咱们直接开始讲今天的话题了。我的朋友们，你们大家都晓得，马克不是美国人，马克更加也不是中国人，所以说我自己认为，我去评价、去讨论、去分析这种事情，我是站在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。首先呢，我的朋友们，有一个事情马克非常想强调一下，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地方打起来，对整个世界的损失、的伤害、的影响都会非常非常大的。所以说，马克希望应该是全世界都希望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发生。当然，咱们都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能够合作、团结起来，和平的、好好的一起生活和发展。但是如果说万一真的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，马克准备了一些数据，想对比一下。第一个基本的数据就是人口，这边美国是3.3亿人，然后中国是14亿人。第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，美国是22.6万亿美金，然后中国是26.6万亿。第三个数据就是外汇储备，美国418亿美金，中国3.2万亿美金。下一个数据，我的朋友们，就是在10万人里面有多少个暴力犯罪率？美国5.35 vs 中国0.62，哈哈，这区别也太大了，我的朋友们。我们虽然说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区别真的是太大了，差不多5倍了。下一个数据，我的朋友们，就是5G 信号覆盖率城市的一个数量。美国
279，中国341，还有一些贸易的数据。第一个就是出口，美国1.43万亿美金 vs 中国2.59万亿，还有进口，美国2.34万亿美金 vs 中国2.06万亿。那么我还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数据，这个太可怕了。这个数据就是总高铁轨道的长度，美国301公里 vs 中国37900多公里。What？ 这也太可怕了吧！这个区别太大了。我刚看到的时候，我以为是一个错误，是打错了，是少了一个还是2个零？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情况，我的朋友们。那么，我的朋友们 ，Marky 还想对比一些军事力量的数据，来嘛。每一年的国防预算，美国7500亿美金，中国2370亿美金。美国在全世界这个数据就是最高的一个，也就是说，美国的政府在军事上面花的钱是最多的，而且比第二个多得多，差得特别远。第二个数据，我的朋友们，就是现役军人，美国140万 vs 中国220万个人。战斗坦克，美国7000多 vs 中国14000多。装甲车辆，美国和中国差不多是一样的，差不多都是43000个。那么还有总的炮兵部队数据，美国2300多 vs 中国9700多。火箭发射装置1200多，美国 vs 2100多，中国。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，我的朋友们，是总的飞行器，美国13000多 vs 中国3000多，接近4000个。还有隐形轰炸机，美国20个，中国0。那么最后一个数据，我的朋友们，可能也是区别最大的一个，这个就是核武器数量，美国4000多，中国250。所以我的朋友们，我觉得从这些数据上面可以看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信息。第一，就是中国会比较重视经济的力量，在这个上面做的工作比较多，花的时间花的钱也比较多。然后美国的话，可能在经济上面花的力量少一点，但是在军事就比较看重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这些军事的数据对比起来的话，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，中国更看重的就是国防，保护自己。然后美国的军事比较看重的就是攻击，就是去其他的地方去拿他们的土，去打他们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可以怀疑一下他们的长期的一个规划的计划是什么呢？我的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奇怪？为什么每一次都是美国去打别人，而没有人去打美国呢？你们在评论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好巧啊？那么最后，我的朋友们，咱们来讨论一下最重要、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。如果说有一天真的打起来了的话，谁会胜利？谁会赢呢？首先，我觉得没有人会赢。如果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地方真的打仗了，打起来了，那应该
整个世界，全世界都糟了，都完蛋了。这个影响，这个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肯定没有一个赢家，没有一个输家，大家都是输家。但是如果是按照 market 的一个看法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会赢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国家，肯定是经济上面比较强的那个国家。因为你们想，我的朋友们，虽然说你的军部很厉害很强，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但是一个战争打战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，并不是一个很快能结束的一个事情。当这个战争持续很长时间了，我觉得这个经济的方面会变得越来越重要。因为打仗是一个特别贵的一个东西的一个活动，所以说当你的国家没有足够多的资源的钱，它可能有一天就打不下去了，那也是失败了。而且你的经济足够牛逼的情况下，你还可以使用它，通过经济去伤害对方，然后也让他输掉这个战争。所以说 Market 觉得经济更强的国家，在一个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可能稍微有优势一点。但是我的朋友们，当然打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，对谁都不好，所以咱们都希望这个事情不会发生。但是我的朋友们，现在我也很想知道你们的看法是什么？你们觉得 Market 分析的对不对啊？你们觉得中国和美国如果要对比的话，如果要打起来的话，谁会胜利呢？请你们在评论区里面跟 Market 说一下。